福寿螺在印度是大众美食，在我国却要人命，是吃的方法不对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2006年，一道凉拌螺肉将北京160人送进了医院。2017年，新婚的赵女士正与丈夫在大理享受着蜜月时光，因吃了一碗酱爆田螺，脑子里爬满了寄生虫，命悬一线。这些所谓的田螺都是商家以次充好的福寿螺，在过去40年里，小小的福寿螺每年带来上亿损失，成了中国人的噩梦。然而在印度，福寿螺更是成为人们喜爱的美食。印度人用一道福寿螺咖喱饭告诉我们，难道福寿螺可以吃，只是我们吃的方式不对。1981年，福寿螺被当成一种营养丰富的水产品引入我国，在广西、福建、云南、浙江等地推广养殖。2006年，福寿螺得到全面推广，我国的多个省市都加入到了养殖行列。因为管理不善，一些福寿螺悄悄逃出养殖场，进入到了自然水域。这些逃走的福寿螺一年能产2400到8700粒卵，靠着超强的繁殖力和环境适应力，它们很快入侵各大水域，抢占着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。随着各个水域被福寿螺攻陷，各种问题接踵而至。原本用福寿螺净水的目的没达到，它们的排泄物反而降低水体透明度，让水生植物难以获得充足阳光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死。不仅如此，福寿螺大量啃食着水里植物，破坏水域的生态平衡。它们看着不大，但是成千上万只共同啃食，能让田里的莲藕、水稻等减产甚至颗粒无收。除了夺走人类的食物，福寿螺体内的寄生虫还会直接危害人体，其中危害最大的名为广州管源线虫。这种虫进入人体后会潜伏1到25天，逐渐感染人的中枢神经，使人恶心、呕吐、头痛、精神失常，有的还会出现发热、皮疹、大小便失禁、全身瘫痪等各种症状。一只成年的福寿螺身上藏有3000到6000条这样的寄生虫，危害何其大！福寿螺每年给我国农业带来3亿元的损失，在中国这个国度，许多入侵物种都能用吃来解决，可福寿螺一身毒物，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其实抛去寄生虫不谈，福寿螺是种好东西，在印度它们被叫做 Sulemani Kanda， 翻译过来是美食的意思。在印度，牛被认为是大地之母，它的体内有3000神指，是不能吃的。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认为猪是不洁之物，也很少吃猪肉。恒河是他们的圣河，里面的鱼更是不能吃。这种少肉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印度40%的素食人口。福寿螺刚好是一种不被反对食用，并且物美价廉的食物，成了印度人开荤必备。在印度福寿螺食谱里，最出名的一道是福寿螺咖喱饭。这种饭的做法是，先将福寿螺壳敲碎，取出里面的肉，混入其他食材一起放入锅里，进行长时间的熬制。等到肉都煮熟煮烂，再盛出与咖喱一起放入饭中，开始享用。印度人常年使用福寿螺，寄生虫的感染率却很低。除了他们借恒河水炼出一副铁胃外，还与这种煮熟煮透的烹饪方式有关。反观国内的烹饪方式，都是连壳带肉放入锅中爆炒，吃的时候再细细将螺肉嘬出来。虽然很有仪式感，但不安全。在壳的包裹下，这些福寿螺在爆炒时受热不均匀，很难将寄生虫杀死，并且一些厨师认为熟透的福寿螺口感不好，往往只炒半熟，更有甚者直接将其凉拌。这种做法像是开门迎宾，客客气气地把福寿螺请进自己身体里。虽然印度的一些食物让人大跌眼镜，但是在对待福寿螺上确有可取之处。他们高温慢煮的烹饪方法向我们证明了，只要采用合理的方式杀死寄生虫，福寿螺是可以吃的。福寿螺虽能凭一己之力创下每年3亿元的损失，但它们不是洪水猛兽，只是一只只行动缓慢的小螺丝。人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对待它们。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组织人将它们从水里捞起，集中进行处理。为了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，政府多以悬赏的方式鼓励民众参与福寿螺的治理。2020年，大理政府以40元1公斤的价格对采摘福寿螺卵的民众进行奖励。这种人工清除虽然见效快，但在福寿螺强大的繁衍力面前还是不够。今年处理一些，余下的明年又大量繁殖，年复一年，人类始终只解决了利息，无法撼动本金。
有人想到化学药品治理，虽然能将其斩草除根，但要控制住剂量，确保刚好能杀死福寿螺，又对其他生物不会造成影响，是很难的。如此一来，最有效的只有生物治理。鸭子爱吃螺肉，是治理福寿螺最理想的动物。每年初冬季节，一群鸭子被投放到了福寿螺生活的田间水沟。这些鸭子像是进了自助餐厅，对着未长大的幼螺和粉色的螺卵一顿猛啄。在鸭子大军的反攻下，螺卵被一粒粒扼杀在摇篮中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福寿螺泛滥的问题。作为福寿螺的天敌之一，鸭子体内能产生一定抗病原体，用来对付福寿螺体内寄生虫，并且鸭子胃酸浓度高，寄生虫吃进去就被杀死了。鸭子的消化系统运作也很快，即使有没被杀死的寄生虫，也能被快速排出体外，根本不给它们滋生蔓延的机会。福寿螺使人治病，鸭吃福寿螺，人又吃鸭，各自占优，一物降一物。在钓鱼圈内，福寿螺被开发出了新的用处——打窝。据资深钓鱼人士透露，福寿螺卵会释放出一种信息素，将它们投掷到水上后，这种信息素会将鱼儿引诱过来。这种说法让人难以置信，毕竟其他动物都在努力活着，福寿螺竟然在作死，引诱鱼来吃自己的卵。但看到螺卵容易引起天敌注意的颜色，意识到这种生物有多么特立独行后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